这个骚包的男人是个顶级悬疑迷，曾协助警方告破了一起难度极大的连环交换杀人案，因此被韩国警方授予了优秀好市民的称号，同时也得到了资深警探老卢的青睐。两人合伙开了一家私人侦探社，信心满满的准备大干一场。可一连几周过去，侦探社里除了打不完的苍蝇，没有一个求助者。无奈两人只好上街张贴小广告，从街头到巷尾，甚至连女厕所也不放过。 저 사람 변태예요. 여자 화장실에서 밥을 입고 있었다니까요. 就这样，小帅被当成流氓抓到了警局。好在当值警员认识他这个好市民，被迫牺牲色相才让女人放弃追究。当人教训一番必不可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孕妇来到警局求助，说自己的未婚夫不可能是死于意外。可已经完结的案件，警局根本没有功夫重新调查，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孕妇。小帅则从中看到了商机，信誓旦旦地对孕妇说，一个准爸爸自杀的可能性极低，他相信案件另有隐情，然后递上名片潇洒离开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这个孕妇还真的找上了门。据她交代，她和丈夫小金马上就要结婚，孩子也很快就要出生了。那晚丈夫出去给她买水果，然后人就失踪了。报警之后，警察只是让她回去等着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丈夫卧轨自杀的消息。任谁看一个即将结婚而且马上要当爸爸的男人都没有理由自杀，可警方却因没有证据草草结案。更离谱的是，她得知消息时，丈夫已经被火化，因为丈夫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，后来户口一直还挂在孤儿院里，两人也还没有结婚。所以事故发生后，警方第一时间联系了孤儿院。孤儿院的院长在确认了尸体就是她的丈夫小金后，没多久便安排了火化。其实到这里也没有什么疑点，可后来她在丈夫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，是一个叫大贤的发来的。孕妇虽然没见过对方，但听丈夫提起过，应该是孤儿院里一起长大的同伴。短信上说他们孤儿院的好友接连发生意外死亡，很有可能是被人谋杀。那个大贤还让丈夫最近小心点，他也曾把短信给警方看过，可警方却说仅凭一条短信很难展开调查。此时老卢和小帅都认为案件极有可能不是意外，于是就以5000万韩元为报酬接下了这个活。接下来到了他们大展身手的时候，两人认为找到大贤当面问清楚情况最方便，可如今他却消失了。老卢试图找曾经的手下查询手机定位，可却惨遭拒绝。无奈两人只好先去那所孤儿院调查。意外的是，这所孤儿院竟然出奇的完善，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都堪称豪华，甚至还有很多名人富豪对这里进行赞助。孤儿院的马院长是个外表和善的老头，据他所说，这里长大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，他也把他们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看待。这个送茶的美女就是其中一个。关于小金的案件，马院长深表遗憾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因为从这里出去的孩子大多不能很好的在社会上立足，也有不少自杀的先例。老卢询问他是如何认出卧轨者就是小金，马院长表示自己曾是个医生，小金小时候从树上掉落划伤了手臂，当时就是他给缝合的伤口，他就是通过伤痕确认的尸体。另外他还表示确实不知道小金有个未婚妻，否则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他。马院长的回答非常完美，老卢已经开始认为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意外，可小帅却认为越是看似完美的人，很有可能问题最大。一般小说和电影里都是这样。老卢对他非常无语，不过还是决定再跟进一下。他带着小帅找到一个长发男，此人名叫光洙，看似非常不靠谱，其实是曾经警队里最牛掰的网络高手。因怀疑妻子出轨，在家里非法安装窃听监控等设备，被警队开除。两人答应分给他10%的报酬，让他帮忙定位那个大贤的手机。别说这小子还真有一套。이 휴대폰과 이거 이 두 가지가 있는 사람이라면 이 수법에 안 걸릴 수가 없죠. 利用一段小视频成功黑入对方手机，很快老卢和小帅就根据定位找到了那个大贤。当然你跑我追的戏份是少不了。最后两人在一个旧厂房堵住了他，起初他还以为两人是来杀自己的。老卢好不容易说明来意，结果这小子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，一不小心险些坠楼。야야야! 이거 잡아! 독사 씨! 一场意外直接将老卢和小帅送进了警局，不过还好那个厂房因归属权的问题安装了监控，两人才没有被收监。但大贤却被摔晕，不知何时能醒来。好在两人在大贤的手机中发现了他的家庭住址，结果就在墙上看到了很多重要信息，其中就包括之前短信中提到的意外案件。幼儿园的小美在家里使用天然气自杀，还有一个车祸死亡的小壮。墙上还提及到一个叫金部长的人，几起案件貌似都和他有关。小美自杀是他最先发现的，小壮车祸时他甚至比警察抢先一步赶到医院。于是两人就找到了金部长所在的食品厂。据他所说，这家食品厂正是先前那所幼儿园旗下的产业，为的就是让长大的孩子有个稳定的工作。关于案件，他能交代的无非就是自杀和车祸。不过小帅却意外地发现他桌上有好几份保险单，于是他就做了个大胆的猜测，会不会是金部长事先给死者买了保险，然后制造意外将其杀害，从而骗取保金。果然经过调查发现，小美自杀时服用了大量安眠药，可却没有查到购药记录，而小壮车祸时他又像是事先知晓一样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妻子的账户里几天前就有一笔和保险金额接近的转账，于是两人便通知警方将金部长抓捕了。面对种种证据，他却坚持行使缄默权，直到马院长前来劝导。 아이고 이 한심한 사람아 왜 그랬어? 힘들면 나한테 얘기를 하지. 이제 아무 걱정하지 마. 자네 안 사람은 내가 잘 돌볼게. 그러니까 더 이상 죄 짓지 마.
自此他才彻底坦白，是他翻窗爬入小美家中将其迷晕，然后打开煤气制造自杀假象。小壮也是被他引诱到偏僻角落撞死，包括小金也是被他推入铁轨，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保给病重的妻子治病。至此案件终于告破，孕妇向小帅和老卢表示感谢，并结清了尾款，是他们让小金得到了安息。就在这时，一张献血卡掉在了地上，孕妇说小金生前经常献血，因为是稀有的熊猫血，每次去医院都非常受欢迎。起初两人对此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在电视上看到金部长被送去审判时，竟然掉落了一只假手。这种情况他是如何爬到小美所处的4楼？显然金部长撒了谎。随后他们又在一名小警员那里得知，小金卧轨那天金部长根本就没有去过现场，而是另外一辆疑似幼儿园的套牌车在附近出现过。金部长当天实际是去了一家培训中心，找到培训中心后，保安确定金部长当天来这里参加了会议，第2天才离开。一起来的还有孤儿院的马院长，看来案件背后必有隐情。两人想着金部长所做的都是为了病重的妻子，便来到医院找他妻子了解情况，可却被告知人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医院了。小帅立马意识到金部长是和真凶达成了交易，为了妻子答应顶罪，而那个真凶大概率就是在警局劝导过他的马院长。两人再次来到孤儿院，通过配合隐晦的将掌握的新线索透露给马院长，而马院长果然露出一副略显紧张的表情，而且小帅也趁机偷走了小金遗物中的照片。没多久，小帅去接儿子，就遇到神秘人的偷袭，好在最后一家人都没什么大碍，可老卢就没这么幸运。 보육원에서 잠시 뵀었죠? 아니 여기는 어쩐 일로? 드릴 말씀이 있어서요. 독서.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老卢甚是蒙圈。不过刚才貌似看到了重要的线索，女人胸前的蛇形纹身是不是代表她就是大贤口中的毒蛇，或者隶属那个组织？可来不及多想，老卢就不出意外的被当成流氓送进了看守所。刚巧光洙也在这里，原来他也是被那个女人所害。先前他们发现所有被害者都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，而且也是幼儿园旗下的，于是便让光洙潜入调查。他从护士口中得知纹身女是个傻活不干的神秘领导。光洙潜入其办公室搜寻线索时，被当成小偷抓来了这里。此时3人组只剩小帅一人，因为先前遭遇袭击，他刚把家里的门锁加固，看孩子时忽然收到了医院的电话。原来他从马院长那里偷走了小金的照片后，就对上面的血渍进行了化验，化验结果竟然是普通的 B 型血。可小金的未婚妻明明说她是稀有的熊猫血，也就是说死的并不是小金，那凶手这么做一定还有其他目的，而且小金很有可能还活着。他飞速运转着自己的最强大脑，结合看过的上千部破案类小说，他又大胆地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于是便跑到看守所找到老卢，说怀疑案件背后可能藏着可怕的器官交易，因为孤儿院设施豪华，全都是因为一些富豪和名人的赞助，其中大多数都是一些重症患者，后来却都意外康复，这些平时的新闻里就能看到，所以应该是孤儿院收养孩子，长大后又安排到旗下工厂工作，表面看似真情善举，实则是为了方便管控，等有需要器官的客户时，再制造各种意外送进同一家医院，没多久再对外宣称死亡，实际上是趁机移植器官。听到这里，光洙忽然想起，在纹身女的办公室里看到今天晚上就有一个泰国的富豪落地，那看来应该就是需要小金器官救治的富豪。就在他们谈话时，警队的人已经站在了面前，显然已经听到了几人的对话，可这些只是他们的推测，警方出动的话需要繁琐的申请步骤。不过队长也不是过于死板。 선배님 탈출하십니다. 就这样，3人兵分2路开始行动。小帅和光洙去机场寻找资助的富豪，果然被他们发现了与纹身女接头的病人。可跟踪时，2人傻眼了，因为光洙怕被交警罚款，把摩托停在了1公里外的正规停车场，直接连跟踪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下根本不知道器官移植手术在哪里进行，更别说救人了。就在2人为之抓狂的时候，老卢截停了马院长，没想到他竟然也不装了，说那些孩子出了社会也没什么价值，还不如救治那些更有价值的富豪。老卢还真是意外，刚想将其制服，结果就被偷袭电晕了。就在老卢生死未卜之时，小帅忽然打通任督二脉，想到之前调查培训中心时，保安说马院长和金馆长都在，应该就是在那里做移植手术，于是就马不停蹄地赶去培训中心。通过偷窥车，果然发现了昏迷的老卢。小帅直接驾驶摩托冲了进去，一番乱斗后救下老卢。另一边，光洙偷偷潜入，关掉了电闸，手术被迫暂停。纹身女前去查看，黑灯瞎火中，光洙摸到了面团似的东西，接着挨了好几个大逼兜。好在关键时候，老卢赶到，直接把纹身女给干趴下了。接着3人来到手术室，期间马院长拿出手枪反抗，小帅为救老卢中弹。好在最后成功制止了这场肮脏的交易，警方也终于赶到现场，将所有人当场抓捕。至此，案件圆满落幕。死里逃生的小金带着妻子来到医院感谢老卢，当着小帅的面拒绝了他们的好意。小帅因为受伤没来得及伸手，小夫妻走后，他便气愤地指责老卢，可老卢却拿出了一张支票。小帅看着足足2亿韩元的金额，差点原地满血康复。原来2人在办案过程中阴错阳差地破获了金部长的骗保案，得到了2亿韩元的奖励。看来这回2人的侦探社又能多撑一段时间了。